要是老爷死了，我就跟你拼命！说你傻妞，你还不服气？刚放你进去的话，你会被那股剑气视为敌人。你死不死先不说，耽误了老爷的正道契机，说不定会害死他。我不管，这下你开心了，我不傻。你就是贪图老爷的手胆师，你太没良心了！老爷对我们这么好，哎呀，就你那点道行，抽了个屁！老爷，哎，出来混江湖要讲点道理，这是老子一直恪守的江湖规矩。半点不讲的话，就是条真龙，迟早也得淹死在江湖里。老爷没事了，真的睡着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小水蛇，你没动杀心，我很意外。老子当初没干你娘，我很后悔。调皮。外向沉稳，是个好兆头。就是不知道那名剑客是否会善罢甘休。可怜的婉儿，就连跟老天爷掰手腕的心气都没有了。老曹说的对，小镇要生变数了，一静不宜动。不过那家伙心性不错，竟给他找到了破局的法门，类似佛家的拴马柱，帮着神魂起到传毛的作用。但想要降服那块剑胚还不够。陈氏祖坟上长出的那棵阶树，确实是圣人出世的祥瑞气象，但当真是这少年。不过他身躯破败，能走到这一步，殊为不易。曹军，说不定今日的经历会让你有些启发。夹着尾巴做人吗？样不熟的小王八蛋，好心提醒你，怎么还骂人呢？听说你有个妹妹叫青樱，跟你都是狐族老祖之一，有望生出第9条尾巴。老曹垂涎她的美貌很多年了，真的很漂亮吗？漂亮个屁！就曹曦那老王八蛋的眼光，哪怕是头母猪，只要是腚大的，都觉得美若天仙。听说他在那座雄镇楼附近徘徊100年，难道是想当他的侍妾？白老爷会看上他，笑死我了！你们三教圣人待我们白老爷不公，要不是白老爷帮着人族编写搜山图，泄露大妖真名交给李胜，后婆娘找死！来，找死就往阮琼的剑炉里一跳，别连累我曹氏跟你一起陪葬。你的话，三教祖师可以不计较，可他们左下的弟子门生们，不说其他，只说道玄山的主人脾气如何，你不知道？你个败家娘们儿！差不多行了，没有他，就没有你曹曦的今天。做恶人也得讲点良心。去查查陈平安，听说那小子时来运转了。老爷不会傻？别说话。我要下山给爹娘修坟，你我暂时休战如何？过后我认你大显神通。老爷，
老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想问问你们，这栋竹楼如果贴对联，会不会很难看？当然难看，红配绿，俗不可耐。老爷，这件事我坚决不答应。不过只要老爷你送我一颗蛇胆石，俗一点我也忍啊。竹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贴满都没问题。我谢谢你。处处可真阔呀，不愧是阮师傅的闺女。我可听说呀，背后的金主另有其人，只是用了阮姑娘的名义。啊，对对对，倪平孝那家叫陈平安，听说他名下有5座山头，哎，都还没有开山呢。哎呦，那不是明晃晃的钱袋子吗？就是啊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哎呀，双方雄伟对峙，风景绝美壮观。没啥山峰啊。哎，你还小嘛？要不是阮姑娘，咱那人傻钱多的老爷早就羊入虎口喽。所以咱们也得帮老爷看着点儿。娘，要过年了，爹好像从来没有喝过酒，你就让他喝一回吧。爹，如果喝不惯或是惹娘不高兴了，就托个梦给我，下回我就不带了。你们不说话，那我就当你们答应了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先生这字写的真好啊！你看这北方，他就是陈平安。给我写一个，我也写一个。对，就是他。哎，你看，就他呀，5座山头的主人，老有钱了。肯定是攀上了阮秀姑娘。陈平安，或许当你真正开始认识这个世界，看过了大山大河，看过了人间风流，看过了异国威严铁骑阵阵，看过了昔日朋友变得陌生，愈行愈远，无可奈何，便会在某一刻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。这种感觉便是孤单吧。悲伤很难感同身受，快乐也总是一闪而逝。平安，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场告别，所以不要畏惧这个世界，害怕心一动便生出杂念，嫉妒、怨恨、质疑、求死。但你知不知道，如此执拗的追求心定，走了极端，便也是死。陈平安真不是跟你吹牛，这点苦头屁都不算。来，看看你有什么能耐！哎呦，陈先生啊，陈先生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之前我们见过的。记得我吗？这是怎么了？陈先生，好歹没白白遭罪，
总算快要3境了。本以为最少还要个3、5年。哼，难了。给那条黑蛇的压岁钱，一定送到，绝不贪慕。知道吗？你现在就是年夜饭上的那道大菜，大家都眼红着呢。我知道他们惦记着什么，但我一点都不懂。开山需要很多钱吗？有大手笔，也有小算盘。这真金白银怎么花，如何花，深究起来，比修行还难。什么层次啊？跟我老爷装！魏公，你如今是山神了吗？陈平安，我一直在等你问这个问题。我还有一个统御大江的水神兄弟呢。我如今暂时是披云山的山神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披云山将会是大黎的北岳。所以陈平安，开山一事，我带你开开眼。开山路为先，那是开路禅，肚皮如铁，破土凿山。这是吞江蛤蟆，能纳万斤江河水。其次便是人，墨家子弟与阴阳家术士是开山立派、打造神仙府邸的关键人物。当然，还有绕不开的道家葫芦派修士。这里将来会成为一座渡口，船还能开到山上来。山下百姓乘舟泛水，山上修士们有船自天上来。仙师，仙师。此处既是典当行，又是古玩店。最早是个背着包袱的穷酸野修，跋山涉水，倒买倒卖，赚取差价。飞黄腾达之后，便取名包袱斋。这是青瓷诗文观，篆刻道家典籍的青瓷文章。据说里头装有天下百大名泉之水，最适宜煮茶待客。这座画卷屏风上面会有12位绝色美人，出自丹青圣手笔下。农家炼器士培植灵谱，能够留住山水气韵，历来被仙家势力所青睐。这只是入门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有钱。虎山大阵，没错。牛角山的阵法出自著名的气蒸云梦泽，原本是一位儒家圣人的山水画，后来被人不断推演完善，最终变成了一幅阵图，庇护山头，抵挡邪会。如何？真厉害！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太穷了？没觉得穷，只是觉得这些离我太远了。老爷，魏山神，坐。有些事说远很远，说近很近。比如你跟那块剑胚的意气之争，
形势险峻，远超你的想象。剑修有2件事：练剑与练剑。练习的是剑术剑法，练化的是佩剑本身和本命飞剑。你想炼化它，并非易事。我带你走了一趟山头，是要你明白一件事：世间很多道理一通百通。你能吃苦，这是下限，很好；但上限，则是心与眼。你走过多少路，看过多大的风景，见过多大的世界，才最终决定了你能走多远。修行也如此。我接下来要跟你说一些密事，陈平安，希望你不要随便说出去。你听过道玄山吗？道玄山出自道祖座下3位弟子之一的天大手笔，可以说是世间最大的一座山字印，以磅礴道法加持，坚不可摧。此地是浩然天下和蛮荒天下的交界处，是第一座雄关险隘，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座。为何是最后一座？每逢妖族作乱，掀起战事，天下剑修都会应召前往道玄山，过山入场。在那堵高墙之上，于生死之间砥砺剑道。若斩了一头飞升境大妖，便可在剑气长城刻一个字。蛮荒之恶劣之地，妖族肉身强横，精于厮杀，以强者为尊。在他们眼中，浩然天下就是一块大肥肉，如何能不垂涎3尺？说到底，一个为了自身生存和扩展，一个为了守卫家门，誓死捍卫边界。据说之前有场惨绝人寰的大战，10数位大妖联袂来到剑气长城下，希望换取道玄山附近一块东宝平州大小的土地，作为停战条件。当然不会答应，得寸进尺，小孩子都懂的道理。因此，有了一场赌战，13对13。妖族和剑气长城各自派遣出13位强者，13局7胜。妖族若是赢了，便可一兵不发占据那座剑气长城；若是我们赢了，就可以获得妖族天下的所有剑气。打！为何不敢打这13场架？知道吗？仅是双方出战次序一事，我们浩然天下就绞尽脑汁。号称阴阳家半壁江山的中土陆氏，有一位老祖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，才大致推算出妖族高手的出战顺序。这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巅峰大战，因此双方排除掉各自的前3强，以免打得忘乎所以，令天地紊乱，得不偿失。就这样，剑气长城连赢6场。稳操胜券的大好局面下，第7场输了，而且那名女子剑仙成为第1位被妖族阵斩于沙场上的人。之后就是兵败如山倒，一直输到了第12场，而那一场，剑气长城本认为会必胜。因为那名大剑仙公认战力卓绝，身经百战，从无败绩。可是他还是输了，成为第2位战死的剑修。在那之后，我们浩然天下有些绝望了，因为所有人都觉得必败。不是剑气长城最后一位出战的剑修不够强大，恰恰相反，他很强大。强大到让人觉得无敌，但是妖族最后一位是那座天下万年以来公认杀力前3的强者。这不是耍赖吗？只因他刚刚走出生死关，之前闭关1000年，
所以不在那前3甲之列。如此一来，阴阳家陆氏高人拼了性命也未能算到这一点。显而易见，妖族注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来遮蔽这桩天机。而且那尊大妖是剑修，飞升境巅峰的剑修。历史上，妖族无数次攻城之战，他多次第一个杀上城头，最后一个退出城头。但是我们赢了。宰掉那只剑修大妖的男人，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只知道他在剑气长城杀了最多的妖族。他就叫阿良。啊，老爷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斩杀了飞升境的大妖，做了阿良那样出尽风头的事，会在剑气长城刻一个什么字啊？我那个字，铁画银钩，天下无双，比什么浩然、雷池好上太多。这便是让男人敬仰，女人腿软，天地都震颤的猛。你以后没有本事在那里刻下2、3个字的话，看我不休！魏山神说，阿良一直在找能配得上他的剑，他若真能找到，会是怎样的阿良？是，那会是怎样的阿良？我叫阿良，善良的良。对对对，我是一名剑客。就这么定了。多傻呀，阿良。听好了，我是一名剑客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秋波，漫传青梦压星河，但有也绝无任何悲歌。小童坐近看山色，无闻有长歌，所以展露于桥也归客。河景山走江河，我知青山江河乐。父亲为人故人知我乐，洋洋心有福为歌，来个